小娘鱼居然当上特派员了，有进步啊！其实这事，袁和平发份电报来不就完了吗？不光这事儿，我还要找人去核实一个事情。什么事？有人说，那天晚上在东大街10号现场，看见你跟鬼子在一起。那我不如直接说，有人在东大街10号现场看见他跟鬼子在一起了，这样看他的反应更直接、更准确。不管荣湘军说的是真是假，池北基绝不会傻到主动去承认。相反，如果荣湘军说的是事实，那你这么一说就会有危险了，因为池北基觉得你对他构成了威胁。而我正想用这个办法来试探一下池北基到底有没有干对不起我的事情。这个办法只有我去实施最有效。如果他没干，那我肯定没有危险；如果他干了，我也许会有意外。但这样不是更好吗？用我的危险换回组织的安全，我觉得值。胡闹！你又发疯了是吧？如果池北基真的是叛徒，我们有的是办法调查清楚，并把他法办。用得着你用生命危险做代价去测试他、证实他吗？狗急了是要跳墙的。不管你俩现在是什么关系，只要让池北基感到你是他背叛组织的知情人，那他肯定会反过来就咬你，绝对不行。如果你坚持要这么做，你认为我们会让你去跟他见面吗？这都不跟你们说穿了。越来越不像话了。隐瞒组织的后果是什么？你知道吗？虽然你这个想法很好，也能迅速测出池北基的真伪，但是不行，没什么理由。要么你放弃这次会面，要么照我说的去做。好吧，我按你说的做。你刚才在说什么？有人说，那天晚上你在东大街10号现场跟鬼子在一起。谁？可以告诉我吗？当然不能。虽然我不相信有这种事情，但核实一下还是必要的，这也是对你负责。你能理解我吧？是袁和平让你这么做的吗？袁和平根本不知道有人这么讲你，是我到了无锡之后从别人那里知道的。北极熊，你别问我这么多了，我现在就想知道，你当时到底有没有跟鬼子在一起？如果有，一定有理由，是吧？楠楠，你不觉得你这个问题太荒唐了吗？首先，根本就没有这么一件狗屁跟鬼子在一起的事情。其次，假设，我是说假设我和鬼子在一起，你觉得我会承认吗？我有那么傻那么天真吗？你现在心里是不是非常恨我？恨你谈不上，我突然感觉到你变得很可怕。我也不愿意有这种事。我的确是听人家这么说的。人家，这个人家到底是谁？是更相信那个人家，还是更相信和你相爱7年、互相知根知底的战友、同志、爱人？我当然相信爱人啊。好，那我问你，你说的这个人家，是不是个侦探？侦探？我说的人家，无非就是荣湘军。北极熊怎么冒出个侦探？侦探？什么侦探啊？我不知道啊。不知道。那你是不是还有一个名字，叫桑小鱼？你怎么知道的？就是那个侦探告诉我的。那个侦探居然还偷拍你和我在茶楼里喝茶的照片。他还告诉我，不让我和你接触，会有危险。
底是怎么一回事？你别告诉我，你根本不知道，也不认识这个侦探。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那你是跟侦探又是怎么认识的呢？既然认识了，你为什么不把刚才的问题问问他呢？不就什么都清楚了吗？我还没来得及问呢，砰砰两枪，那小子就见阎王了。啊？谁打死的他？不知道。他要是不被打死，那我就被他打死了。那你没事吧？有事，你现在就在墓地里给我烧纸了。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儿啊？怎么又冒出个侦探？怎么会冒出个侦探？因为就是这个侦探，也就是你那个所谓的人家，他警告过我，别和你接近。他冒出来就是为了陷害我。楠楠，你如果相信我和鬼子在一起的鬼话，那他就达到了不让我和你接近的目的。这就是他冒出来的原因。可我根本不认识什么侦探啊！不认识什么侦探不要紧，那你仔细的想想，认不认识这个侦探后边的东家？这是一个受雇于人的私家侦探。受雇于人的私家侦探，你确认他死了？他要没死，那我死。北极熊，你别着急嘛。我想想。这汉奸是谁呀？谁呀？池北齐。你说什么？我说池北齐。一切的一切，都是荣湘君给我找的麻烦，并且差点让他得逞。北极熊，我也不能跟你说得很透，但是我可以跟你说，你说的那个私人侦探，我是真的不认识他。不过，我想我已经知道他是谁，或者可能是谁了。你不要生气了好吗？我误会你了，我道歉。既然是误会，你我之间还谈什么道歉？现在我奇怪的是，这个误会是怎么来的？这个误会，等我理清楚了，再跟你解释，好吗？你相信，我是爱你的。算了，解不解释都没什么意义了。我要的只是你要相信我，爱我。嗯。来，杨师傅，我敬你一杯。谢谢。杨师傅，您的这段开篇啊，太精彩了，有情节，有人物，有细节。可是我没有搞明白，您当时就在现场吗？不然您怎么刻画的如此惟妙惟肖啊？我不在现场，但我的弟兄当时在浴室洗澡。他是雷打不动，天天下午都要到留园浴室泡3个小时的。我明白了，您是根据他的描述创作了这段开篇。正是。杨师傅，你开篇中说的那2个死鬼是特务，你
你兄弟是怎么知道的呀？他们脸上又没有写字了。啊，那两个死鬼如果不是特务，我还不写这段开篇呢。正因为是特务，而且是日本特务，我和我弟兄感到解气，我才有了创作这个开篇的冲动啊！不，我师姐的意思是说，你们是怎么知道那两个死鬼是日本特务的？简单的一塌糊涂。那两个家伙嘴里说的是有喜八嘎，所以说，那天的那个好汉真让人敬佩，真可谓英雄永敌双手，壮士气贯长虹啊！杨师傅，你这段开篇的确很精彩，但我要一开始就知道内容，我是不会让你唱的。你放心，以后我再也不唱了。哎，其实也没有什么，日本特务的确可恨，打死了也活该。写成开篇唱一唱啊，还鼓舞抗日斗志呢。哎，你说的轻巧，这是师傅开的酒楼和会所，原田队长经常来，在这里唱杀鬼子特务的开篇，不是找麻烦吗？哎，我跟原田队长这种关系我都不怕，你们怕什么嘛？不，还是策略一点好，没必要硬顶嘛。如果大家还想听，等我润色，再做一些修改之后，哪天到我家里来，我请大家边吃老酒边听，哪能？好啊，那就这么定了。好，到时候啊，我再路高见，喊一堆熟菜，再从师傅这儿啊炒几个热菜，再来一坛上好的花雕，听您好好唱几遍，过过瘾，哪能啊？好啊，好啊，那就定好日子，随便说说都不算哦。那就18号吧。好，18号，把你那个在浴室洗澡的弟兄也叫上，听他讲讲当时的情况，这才有身临其境之感嘛。杨师傅说对不对？没问题。我这个弟兄啊，这一辈子就喜欢2件事：洗澡、喝酒。澡不能天天洗啊！我读过一篇文章，澡洗多了对皮肤不好，好像对记忆力也是有损伤的呀。你是哪里看的文章啊？瞎写的。我这个弟兄啊，记性不要太好，今天台面上吃过什么菜，再过10天他都能给你背出来，厉害吧？哦，真的？那记性好啊！哎呦，他那哪是记性好啊，他呀就是一个吃配啊！好，那篇文章啊瞎说的，来干杯！干！来，干了！太好了，太好了！中野弟弟这下可要立功了，姐姐为你感到骄傲。立功骄傲都过誉了，顶多就算是开张了吧。开张，这个比喻很恰当。这个章开得好，这个章开得不一般。这个章一开，可以让有些帝国军官的臭嘴就此闭上了。副官，立即通知原田和黄狼到我这里来开会，我要部署一下抓捕的方案。我要让原田知道，我的中野弟弟在平潭会所不只是吃吃喝喝、唱唱跳跳，也不是整天只会和那个小师姐学艺，他是在工作，抓紧一切实际工作，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在民间搜集情报。现在，他终于有成绩了，我的弟弟的生意要开张了，恭喜开张！不，云子科长，怎么就抓捕了呢？不行，早知道您这样部署，我就先不向您报告这件事情了。为什么不抓捕啊？抓来一审不就全明白了？云泽科长，您听我说，不要老叫我科长的，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叫我云子姐姐或者姐姐，我喜欢你这么叫我，这会让我感觉到身边有亲人，会很温暖，可以吗，中野弟弟？嗨，云子姐姐，您听我说，您去杨师傅家抓人，那抓完之后呢？你以后难道就不需要我在花老师的会所搜集情报了吗？这之间有什么关系啊？谁会知道是你把宪兵队或者是警备队的人带到杨师傅家里去抓人呢？哎呀，谁都知道我韩梅竹在跟日本人在做生意，和原田队长关系非常好。
如果不出什么事情，这些关系能给我带来很多的方便；但如果出了事情，而且这事情是我张罗的，那我必然是第一个被怀疑的对象，因为我跟日本人的关系最近。您说对吗？那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件事情？距离我们那天聚会的日子还早，我一时还没有想好具体怎么做。但我不同意云子姐姐的做法，我希望的是润物细无声，而不是图穷匕首现。中野弟弟到底是半个中国人呐，这说起话来都文绉绉的。哈，云子姐姐，不要笑话我了，我有我自己的行事准则。而且我连杨师傅的那个兄弟长什么样子，是否像杨师傅说的那样记性非常好，都还不确定。您就派人把他抓来，未必会有效果。那这一切就由你来掌握吧，我只要结果，可以吗？谢谢云子姐姐。还有，查清流言御史杀手一直是我的一块心病，你也知道，所以我希望你务必把这件事情给我查个水落石出，不要让姐姐失望。我明白，我有办法让那个杀害2位同胞的凶手原形毕露的。李小姐就放心吧，你安排的事儿都办妥当了。黄金龙的15根金条，加上于小姐的3根条子，还有我们家二姨太表示的2根条子，共是20根条子，一并交给了原田先生。原则上来说，他是不会过问车队过关的事儿的。况且徐树官是由我特务营的弟兄在那把守的，所以这件事情可说是3只手指捏田螺，笃定了。啊，黄金龙出了15根金条呢，这么多呀！我父亲不过是想让他跟你打声招呼，毕竟你们是叔侄嘛。只是没想到他怎么能自己掏腰包，而且还……于小姐，这个你不用担心了啊。黄金龙是何许人也呀？苏沪一带帮会的老大，15根条子对他来说那是小事一桩。况且，只要有个1、2单的生意，这钱不就回来了吗？你说呢？可是这样，我和父亲岂不是欠了你更大的人情？你也知道，我父亲这个人啊，最不愿意欠别人的。你要这样说，我就不开心了。都是一家人，你欠谁人情了？要说欠，我和我家老爷，包括他那个警备司令部，才真是欠你和于老先生的人情呢。你就放心吧，等你定下哪天过许树关，我带你到陈副官那里去开个特别通行证。啊？你去开通行证？怎么？我怎么不能去呀？这警备司令部归他管，他归谁管？你让他说。于小姐，我们家是老夫少妻，我当然得由二姨太管了。听见了吧？这世界交给男人去管，女人就管男人。其实到最后，这世界还是女人在管，悄悄的管。黄司令，你也不打听一下，我这几台卡车里装的是什么货物？于小姐，你不用告诉我，我不打听，说明我不想知道。如果我知道的话，反倒让我为难了啊！我只是在兑现我先前的承诺。当于老先生和你有事需要我相助的时候，我定当竭尽全力。黄司令真是一诺千金，我和我父亲感激不尽。哎呀，不就几车中草药吗？还感什么激不尽啊？话不是这样说的，我也不想让黄司令为难嘛。那好吧，于小姐，到时候我和陈副官会在徐树关
送你们出关的。黄司令，真是谢谢您。在这个位置，要确保安全。喂。这一片。哦，中野君呐，您稍等。科长。做好防御工作。科长电话。中野君。哎呀，这个中野弟弟又有什么惊喜了？喂，中野弟弟，还没有休息啊？是不是又开张了？啊？哪里，云子姐姐说笑了。我是想向您请示一下，明天原田队长到上海出差，参加一个军事会议，您应该知道吧？知道。怎么了？啊，那按照规定，我是不是应该留守在宪兵司令部呢？对，明天你就不要去上航上班了，到司令部值守。你是宪兵队长的副官，又是副队长吗？那我具体应该做些什么事情呢？今天我在办公桌上看见一张原田队长留给我的明天值守的通知，但没有指派我做什么事情。我没有经验，云子姐姐能否提示我？这事儿啊，中野弟弟看来是成熟了，知道主动工作了。很好，你这样正常巡视一下宪兵司令部和宪兵队的各个部门，然后写一份日志报告交给办公室保管就可以了。云子姐姐的意思是巡视所有的部门吗？那样会需要很长的时间呢。按照规定应该是这样，不过呢，你可以自己掌握，比如挑一些你喜欢的部门去巡视。当然了，最好是都巡视一遍，哪怕是每个部门时间都压缩一点。好的，我理解姐姐的意思了。那姐姐早点休息。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好了，开始了。请进。中尉副官阁下，早上好。早上好。这是您的日程安排。为什么没有安排去七子山训练场巡视？哦，不用了，这是原田队长为您拟定的日程，所以我的日程和巡视安排为什么要由他来制定呢？我的身份有一半可是在特高科啊，我的工作有一半也是听命于南诏云子科长的。哦，那好吧。原田队长说，如果中野军要去训练场也可以，但是只负责巡视徒手训练项目就行了。所以徒手训练项目，那实弹类项目呢，就不需要巡视了吗？哦，不是不需要，而是今天没必要。所以有必要没必要，我说了算。所以你现在立刻派车先去训练场。哦，那好吧。
会副官阁下。按照原田队长的要求，你只负责查看徒手训练项目，实弹射击类由原田队长亲自查看。所以，和中国军队作战，徒手就够了吗？宪兵毕竟不是作战部队，所以。你除了会说所以还会说什么？当然会，但我因为在执行原田队长命令，有些话不好说，所以。那我的命令你执行吗？当然执行，但不能超出原田队长限定范围，所以。好，不是说我只能查看徒手训练项目吗？是的。我命令，正在进行实弹类射击的所有士兵，现在立刻暂停射击，10分钟之内徒手在我面前集合。执行命令。这个原田队长好像没有针对这个问题给我具体要求，我应该没有理由抗拒中野副官命令，所以你现在立刻去射击场跑步去。嘿，哎，还有，我命令你，以后再也不许说所以了。嘿，所以现在就去。嘿，走。狙击手出列。来，请借一步说话。来，向后退，大家继续训练。山本君。嗨。我叫中野三贤。太湖剿匪，你一枪毙敌，我为帝国圣战能有你这样的神枪手感到骄傲。作为同乡，我也为能与你同在宪兵队任职深感荣幸。今后还请多多关照。中野君也是京都人士。京都上河茂。是吗？我家住在高野，真没想到还能在宪兵队遇到自己的同乡。我来中国3年了，就遇到过2个京都同乡，可都阵亡了。山本君的心情，我深有体会。我父亲在徐州也阵亡了。是吗？那中野君的内心一定比我还悲伤。悲伤早已被仇恨所代替了。好在遇到自己的同乡，我真是高兴。互相鼓励啊，中野君。我初到宪兵队任职，因身负其他任务，一时没有时间与山本君相识。今天正好替原田队长值守，特意前来拜见同乡。山本君来华时间比我早，今后还要多多关照啊。中野君是由松井司令亲自调入宪兵队，而且和南造云子小姐关系密切。说实话，应该是中野君多多关照我才对啊。哎，哪里，既是同乡，相聚异国他乡。今晚山本君方便吗？不妨一起。好，为了我们京都，应该喝一杯。山本君与我真是默契啊。那就说好了，我在司令部等你。实在是抱歉，打搅山本君训练了，请归队吧。嗨，晚上见。嗨。来，山本君，我再敬你一杯。不。喝到现在，一直是中野君在敬我，我也该敬你一次了。哎，不，这杯必须我敬你，而且是代我已经阵亡的父亲敬你。中野君，这话从何说起？谢谢山本君，替我报了杀父之仇。怎么，中野君，你没有喝醉吧？没有，我没有喝醉，相反，我非常的清醒。可我根本就不认识你的父亲，又怎么会？
按照中国的说法，这应该叫天意，叫缘分。最近我一直在苦苦找寻那个暗中替我报了杀父之仇的人，没有想到，此人竟然是我的同乡山本君你呀！你虽然不认识我的父亲，但你却将害死我父亲的凶手一枪毙命了。这只能用天意和缘分来解释啊！山本君，2根金条不足以代表我对你的感激之情，但请你务必收下，这是心意。父亲若在天有灵，也会希望你收下他们。中野君说的，难道是？是的，就是那个被你一枪毙命的叫西村的家伙，害死了我的父亲。其实那天他去我家的目的，竟然是为了鼓动我加入反战同盟，被我当场拒绝了。我早就知道害死父亲的是他，真想亲手杀了他。可惜呀，一直没有下手的机会。万没有想到，被我打死的竟然是杀害你父亲的凶手。这简直就是天意呀，山本君！父亲要是知道为他报仇的是他的小同乡山本君你，会含笑九泉的。山本君，我再次替我的父亲向你表示感激，谢谢。嘿，中野君不必客气。若说感谢，你更应该感谢南枣云子科长和原田队长，是他们给我下的刺杀令，我只是执行命令而已。不过，我为自己在无意中为自己的京都同乡做了一件好事，我感到高兴，也很自豪。中野君，来，中野君，为了这份天意和缘分，干杯！干杯！请。再次恳请阁下能够收下。战争期间没有别的办法报答你，只能落此俗套。你收下，我心里能够好受一点。希望山本君能够理解。这恐怕我只是一名执行命令的狙击手。如果让南枣云子科长和原田队长知道我私收馈赠，会不会军法重施？啊，这个山本君大可放心，我以我父亲的名义担保，此事你知，我知，此后绝不再提。那就好，那我就收下。多谢中野君的慷慨。一共3台车，你看够不够？如果不够的话，我再派人租起来。够了，够了。有这几台车，解决大问题了。哎，不过司机一定要绝对可靠。那当然可靠，都是我老家的乡亲。哦，那就好。这样，明天晚上去太湖的时候，这几台车分开走，这样的话目标会小一些。明白。还有其他的事情吗？前几天池北吉和吴越南见了一面，咱们回去聊吧。池北吉和吴越南说起过一个侦探，事已至此，你必须要跟我说实话。这个侦探是不是就是你常说起的那个所谓的手下？
2年前，我为了寻找小鱼的下落，我雇佣了韩侦探。就是他，在东大街10号，看见了池北吉和小鬼子在一起。是的，他在跟踪池北吉的时候，发现池北吉敲开了东大街10号院的大门，里面出来个人，跟他聊了几句之后，小鬼子们就开着卡车和摩托车把大院给包围了。而奇怪的是，池北吉竟然安全地从包围圈里出来了。后来他就死了，被人开枪打死在家里了。那么你认为凶手是谁呢？从逻辑上讲，应该是池北吉。但是现在我没有确凿的证据。你的逻辑是指，韩侦探家里有池北吉和吴越南在茶楼喝茶的照片，所以池北吉就把韩侦探给杀了。不，池北吉在韩侦探家里头，不是发现了他跟小鱼的照片，而是发现了他跟另外一个女人的照片。如果这些照片暴露了，那对他非常的不利。因为那个女人是个日本女人。日本女人？怎么回事？你怎么认定那个人就是日本人？韩侦探在跟踪池北吉的时候，发现他经常出入一栋神秘的建筑，而这个女人就住在这栋神秘的建筑里。他们经常的一起出入，表现好像很亲密。之所以说这栋建筑非常的神秘，是因为门口有日本哨兵的把守，因此韩侦探推断这个人应该是个日本人。虽然他现在还不知道他具体的身份，但他从他的神秘状态上来看，应该来头不小。这些情况你怎么不早说呢？说了你们会相信吗？你们连池北吉去东大街10号院的事儿都不肯相信。你说有池北吉和这个日本女人的照片，现在照片呢？如果有照片，我就直接摆在你们面前，容不得你们不信了。就是因为现在照片没了，也就等于证据没了，所以就没跟你们说，说了你们也不信。你说现在照片没了，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以前是有照片的？那当然，只是这些都在韩侦探被杀之后，照片就不翼而飞了。我刚才为什么说从逻辑上讲，应该是池北吉杀害了韩侦探，就是基于这一点。韩侦探被杀对谁最有利，谁就最有可能是凶手，并且会把照片拿走或者销毁。照片没了，但我听你的意思，你以前见过这些照片。那当然。实不相瞒，我现在就有几张，只不过这些照片拍得很模糊，如果从证据角度上讲，毫无价值。韩侦探生前一直想拍一些更清晰的照片给我，但遗憾的是，直到他被害，我也没看到他拍来的更新的照片。至于池北吉有没有看到更清晰的照片，眼下还不得而知。但是我相信他一定是看过了，只有这样，他才有杀害韩侦探的动机，这从逻辑上是说得通的。只可惜，逻辑不能当证据。潘大哥，上次小鱼和池北吉见面的时候，有没有谈到韩侦探被害的事情？自不同的世界，
岁月让我明白彼此的差别，在错的时间，在对的地点，谁也无法改变。风没听到我在哭泣，雨没体会我的焦虑，剩下的只有各自的使命，最后孤身远去。我不想哭，我不能再继续把我的爱丢弃在无尽黑夜里，让挚爱摇曳，看花儿凋零，四季流年弹指逝去。我不想哭，我不愿再驻足，曲折的爱会成就更多幸福。我会坚强，我会领悟，离去是美丽人生最完